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身子弱，不是这里出毛病，就是那里出毛病，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来扰。而且这些问题呢，你说你要去医院做个小的一个刀吧，其实也不至于。但是呢，你如果说不去解决吧，你去看了吧，它也是一直缠着你自己，就是很难受。有的朋友即便有很强的这个养生意识以后，你会发现这些问题还是困扰着你。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人，我们归根结底就是三个字：免疫力免疫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样的免疫能力，有的人他的免疫能力好，他80多岁以后他依然很强壮；有的人呢，他天生生下来以后他的免疫能力就非常的弱。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从小到大各种各样的问题总是找他麻烦。你没有经历过的人，你是很难体会到这种感觉的。所以呢，今天大伟就把咱们各中老年朋友们常见的一些问题，把它摊开了说透了，让大家知道怎么办，以后不再迷茫。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你要知道，先天上面的一些弱的问题，我们都是可以去加强的，而不是说我们束手无策。那么如果说你非常依赖于去医院或者一些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不一定是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其实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免疫能力调节，加上我们自身的一些锻炼，就让整个人的状态起来。所以呢，中老年朋友们你记住，我帮大家简单的概述一下，就3点。一个，平常多关注自己的体态。什么叫体态？你看一下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平常总是佝偻着这背这个背总是勾着，脖子往前探着。你都这样了，然后你说老师我这个脑供血不足，我这个肩膀疼，你当然会这样了。我们就算好的人，你把肩膀天天这样，你去勾上1个小时、2个小时，你去活动一下肩膀，你都打不开。脖子后面只要一往前，你会发现就像压着一个大石头，头都抬不起来，整个活动都被打乱了。你这样的话，你往上走的这个脑供血能足吗？肯定就不足了，对不对？所以日常当中我们要多关注我们的体态，整个人要板正起来，直起来。那怎么去板正呢？非常简单，家里面都有墙，是不是？每天把你的背后这2点，每天就对着墙，把你的腰部、腹部一收，对着墙。刚开始可能困难，你就这么对着墙去站，脚跟对着墙，每天就这么站，很简单，是不是？墙就是什么？就是你的参照物。你身体越能贴近这个墙，把它站好，每天3分钟到5分钟，你会发现慢慢的你的体态就起来了你体态起来了，你里面的我们的五脏、我们的心肺，它就会回归到一个相对较好的位置。所以呢，首先我们老年人中老年人朋友们也要去关注体态。那么说到体态，还有一个题外话，就是你们要知道你们的钙含量足不足不要忘记补钙。有很多朋友他体态不行，都是因为你看孩子小的时候知道给他补钙，自己长大老了以后不知道补了。钙怎么来？平常那个小虾米干的，是不是？我们要把它切一切，剁碎了自己烧饭的时候多放一些那个小虾皮，平常多晒晒太阳。没事的时候去给我们的大的这个，比如说膝部进行一些敲打。每天没事的时候多震震脚或者你靠一靠墙，多撞撞墙。都是非常好的，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如果你感觉你是因为钙含量不足，你就每天没事撞一撞，跺跺脚也行，撞撞墙也行。如果是体态不好，单纯体态问题，你就去站着墙，很简单吧？第一个是体态，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你的心肺功能。心肺功能这是一个大区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这个心肺功能太差了，太弱了。弱到什么程度？起来走2步路没有劲的。蹲起来一站起来，哎呀，眼前一黑；躺着一起来眼前一黑。这个是什么？你的这个心脏要把它强化。我之前给大家分享过很多次，我们如果心肺功能不好怎么办？在家里面去练习超慢跑。超慢跑这个动作你们可以看我之前的内容给大家分享过，无非就是原地慢跑就是原地慢跑，没有什么讲究手摆动起来就行，这就是超慢跑，每天3到5分钟，是不是非常简单？你花了时间去做，总比你以后提着这个拎着那个去这个大房子去医院里面排队2、3个小时要强得多吧？每天花上3、5分钟的时间，非常简单超慢跑练起来。再到然后第3个去关注什么？去关注你的手掌。
你的手掌的话，你要去看你的手掌厚不厚。有的朋友这个手掌啊，薄薄的一层，特别是我们虎口这个位置啊，你去看一看厚不厚，捏一捏。如果说你的手掌不够厚，那么一定要记住啊，平常没事的时候，把你的2个手指捏起来，把虎口凸出来的点这么去敲，每天去敲上一个200下，就这么去敲。这是一个生阳的口，把你的阳气往上升的啊，每天就这样去做一做。这样敲200下以后，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虎口变得饱满了。同时，饮食上面也要注意。就比如说，我们要红枣啊，像洋葱啊，这些都要多吃一吃，包括一些蛋白质，鸡蛋当中啊，优质的蛋白嘛，你看蛋、奶、鱼、虾，这些都要多吃一吃啊，补充优质的蛋白质。你这样去按照去做，按照这个思路去走，你就会发现，慢慢的你的身体啊就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因为身体的发展它是均衡的，首先需要原材料，原材料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蛋白质是需要的。优质的蛋白，不要植物的蛋白啊！优质的蛋白就是蛋、奶、鱼、虾、肉，就这么5样，你去找就行了。鱼和虾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呢，其次就是钙含量。钙含量，有的朋友是吃钙片，吃了不吸收，为什么？你每天去吃，你身体都没有这个信号，它怎么去吸收？你就要去跺脚，每天去跺脚，你让你的骨骼开始感觉到它的脆弱以后，自然而然有信号以后，它才会吸收。所以跺脚和撞墙配合钙片。配合太阳补钙，这样总结一下，明白了吧？再一个就是什么？你的体态，体态不行的就去站墙，很简单。还有一个很好的锻炼动作，如果说年龄大一些的朋友不要去做了，60、70的都可以去做，去吊单杠，啊，双手抓着这个单杠去吊。如果说你吊不起来的，你就怎么不做呢？每天这么去捏，把手这么去捏，增加自己的握力。啊，我们身上讲啊，这是第1个心脏。小腿第2个心脏，手上这么去捏，第3个心脏，啊，就这么去捏，每天去捏，按照这个步骤去走，你不需要去做很大的、很累的一些运动，就这样去做就够了啊！这就是大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咱们很多粉丝朋友们关注大伟啊，喜欢大伟，一直支持大伟，所以今天我给大家也说一下掏心窝子的话，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点一波关注。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卫。你是不是已经有很久没有深度的放松过自己的大腿了？我最近啊，在网上看到很多的朋友嘛，搜索就是大腿的肌肉比较紧啊，比较的僵啊，包括很多朋友讲啊，这个下面往下走的这个经络不通，往下走的这个感觉寒气比较重。那么有很多人啊，他是尝试每天去拉腿啊、甩腿、踢腿。但是真正的能让我们腿部放松的这些方法讲的人确实很少很少。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深层的放松我们腿部肌肉的方法。这个方法你做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到有一些难受，但是你做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你的腿部的肌肉将会重新的恢复弹性，走起来路以后步步生风，感觉特别的有力量。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内容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记得，感觉好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咱们的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跟着视频内容一起放松我们的腿部。首先讲动作之前，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理解，咱们把大腿啊分成4个面，分别是我们的内侧面、外侧面、正面和我们的反面啊，4个面，我们分别用不同的方法去做。来，先讲内侧面。内侧面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咱们用手可以捏一捏。有很多朋友捏起来是泡泡的，这个肌肉啊是没有什么力量的。我们把腿就这么敲好，敲好了以后，注意看，用我们的手肘压住哪里呢？压住这个地方啊，从我们的根慢慢的一个点一个点的慢慢的压住往下。这个动作可以说是一个4两拨千斤啊都不为过。为什么？你看我们的手肘往这一压。你按照我的动作做啊，压上去以后你不要用力，把另一个手自然的搭上去，形成你看这是一个非常有角度的一字形，对不对？往上一压，你都不要用力，身子稍微的侧一些，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我们这里钻进去了。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哎呦呦。
对不对？很多朋友会感觉到特别的酸，特别的胀。我们只需要用我们的肩膀微微的、稍微的动一动就行。所以这个动作一点都不费力，但是却能把我们大腿内侧这么厚的一个地方给它由里到外的给它松开来。所以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啊，我们就这样去转，由我们的腿根部慢慢的往上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画圆，大家注意看啊，这么去转，慢慢的往上来滑啊，来转，再来往上，一定要记住，我们这条线由下到上走上一个3遍啊，这样由下到上走上一个3遍就行。每个圆圈我们画个2、3下，慢慢的转。你们如果现在在看手机或者看电脑，一定要记住把咱们的视频啊跟着去做，跟着做完以后，你才能把这个动作记下来。好，这个动作就是4两拨千斤。那么我们一条腿做完了以后，先别着急啊，我们把手放在我们大腿的内侧，然后慢慢的往下去抖上这么几抖，慢慢的去做一做，这样去做可以更好的帮我们怎么样开胯。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叫腿脚的跟在胯啊，慢慢的转，往下压一压，把这个胯打开。好，这个动作压上一个10下、20下就可以了。打开了以后，那么我们内侧的这个地方就已经结束了。那么内侧做完了以后，紧接着是什么呢？就是外侧。外侧怎么做？以我的板凳为例，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脚抬起来。你看，这么一敲，敲在哪里呢？用这个脚跟啊，去搭在我们的这个座位上面。你用手帮帮忙啊。有的朋友他这个动作做不了，你自己用手这么稍微的帮帮忙啊，把它放好。放好了以后，你看，把我们的腿往回拉。这么一拉的时候，哎呦，很多人后面这一个地方就会感觉特别的紧绷。然后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用手做小拳头一样，从下往上拍上来。这个地方一定要记住啊，你把手这么一抱，抱在怀中以后，慢慢的往上敲啊，敲上来就行了。非常简单、非常实用的一个动作，一定要记住。从我们，因为我这里有个扶手啊，我要没有扶手的话，一定是从这个位置开始往上敲的啊。慢慢往上，这个动作做起来以后感觉是非常棒的。好，从下往上做多少下？去做上一个10遍啊，做上一个10遍。我们甚至可以带动着我们的小腿前面一直你看敲下来，从下往上到前面小腿这里敲下来啊，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就行。这个动作也是非常省力的，你做起来以后不会感觉累。好了。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你这个时候其实你起来活动活动，你就会发现你腿上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只做了一条腿，你2个腿一对比，你就会发现这个腿啊明显松了。然后还没结束啊，我们正面和反面都有。先讲反面，反面比较难啊。反面怎么去做？你看我们中间这个地方叫腘窝，看到没有？然后我们往下走，这条线你要用一个手形成这样一个山字形。顶进去啊！我教的所有的动作都是属于4两拨千斤，比较简单的。你看，用手这么一戳，戳在我们的腘窝里面啊，把它卡住。卡住了以后，脚往前蹬，脚往上勾啊！你看，来往前蹬，往上勾，1、2、3啊，做3下。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根大的橡皮筋在拉着，然后我们手再往下来移一些啊，1步、2步、3步、4步、5步，每一步都怎么样？顶住，你看脚往前拉，往前踢，踢个3下，好，再往下一些，再来1、2、3，脚一定要勾起来啊！来，再往下，1、2、3，好，再往下，到下面放不了了就行了，2、3，好，这个时候你的大腿后侧就已经放松开了，一定要记住，后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这个地方是什么？叫阴面，就是我们平常不怎么关注它的。这条线有很多人摸起来以后，里面都像这个小鸡蛋、小疙瘩一样，一定要用我们这个方法多做几次。那么很多朋友做完以后都会感觉到脚底发热，这是好不好？当然是非常好的，因为你打开了嘛。然后我们的正面就不用说了，正面特别是我们这个膝盖这个位置啊，你一定要记住，正面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放松透。那怎么放松就更简单了，你可以用我们的手肘压上去，转圈往前推啊，这么转圈往前推。身子只要一斜，你把手这么往上一直放就可以了，就慢慢的顺着往前做啊。这个就是4个面，每个面有每个面的做法，而且这个面也不容易乱，对不对？我们这样去做就可以全方位的把我们的腿部放住。那么有的朋友他这个地方常年，比如说上下楼特别不好的，你找一个地方在哪里呢？在鹤顶，具体的位置啊，你就把手变成一个 C 字形，放在哪？
放在我们的膝盖这个小盖子上方啊，大概你看这个腿这么一折起来，就大概这个位置啊，你放好就行，因为我们这个面积很大，不需要特别精准。手变 C 字形，然后把手往这一放，人往下一压，转就行了，这个手就固定住，不然你没有这个手的话，手会滑啊。手固定住以后转，慢慢转，去转多少下？去转上一个1分钟到2分钟，把这个地方给转的，哎呦，特别的酸，特别的胀。好，转完了以后，你再去走走路，你会发现不一样啊。我们这4个动作做完了以后，你现在站起来去活动一下，你会发现你2个腿啊轻重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要深度的打开我们的腿，一定要用到这个方法啊。4个面，内外正反，每个方法都不一样，一定要记住，每天或者是1周你可以做个2次到3次，坚持做一做，你的腿脚的力量就会出来，你很多一些没有打开的一些经络也会被打开。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把咱们的内容保存下来，讲的比较多，如果你记不住的话，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然后同时身边有一些腿脚啊平常不怎么会做的朋友们，你可以把咱们的内容转发给他们，你的一个小动作会帮助更多的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关注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90年代的时候啊，流行过一阵气功热，当时业内有不少老师啊非常有名的，把毕生所学的一些经验精华都分享出去，帮助了很多人。这些方法到现在也有很多人啊沿用。那么我师傅呢也是其中一员，当时啊满腔热血，就想把好的东西分享出去。结果呢，道家是有些内容啊不能对外的，他把它分享出去了，因此呢违背了一些规则，所以呢受到了一些处罚。那么在后面慢慢放开了以后啊，这些内容啊就应该和大家见面了。所以呢，现在对这些内容啊也没有什么限制。我经过同意以后，也把曾经他分享出来的这个养火的方法分享出来。什么叫养火呢？在我的师傅传下来的一个课程当中，有一个叫9把火，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啊有9把火，这9把火呢因人而异。用我师傅的话来讲，8个字叫做火大能扛，火灭人忌。这个火呢对抗的就是湿和寒，所以呢我们每个人火苗大小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每个人他都是有火的，而这个火是可以把它养大的。所以呢，这个核心的内容就在于怎么去养这把火。那么今天呢，我的视频就会把这个方法教给你。我不敢说这个内容每个人念完都有用，但是最起码80%的人做完以后，可能身上会感觉到热、出汗啊，包括额头、后背、脚底，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你只要能够坚持去念，你会发现有很多人的火苗慢慢壮大起来，那种感觉你是平常练功感受不到的。好了，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宝贵的内容收藏下来，并且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感觉好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咱们现在开始讲解内容。首先呢，这个动作啊并不难，主要是一个引导的过程，所以需要耽误大家2到3分钟的时间，跟我一起去做。我们伸出我们的手，在掌心当中啊，我们找到一个圆，这个掌心是哪里呢？中指一点，这个地方就叫劳宫。我们讲啊，左边是第5个活口，右边手一点，这个地方是第6个活口。那么我们2个活口啊，往中间这么一合并就行了。大家如果去过道家，看到一些比较大型的一些场地，可能会看过很多人就这么去盘坐，腿是这么盘着的。如果你近近一看，你会发现他的额头上面，如果在冬天的话会冒热气，额头、后背甚至能看到一些细细的汗珠。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一样也可以，但是呢，一定要有个引导的过程。我师傅说呢，左手啊为天，右手为地，2手合并呢就叫做火炉。手呢一定要中间是微微的凹进去的，不能怎么样，不能凸出来啊，微微凹进去。手这么合并起来，所有的朋友们跟我一起这么做。做完了以后呢，我们把手转起来啊，你看一来一回，咱们为1次，我们做上4下啊，就这么去做，跟着我做，来2下，好，再来3下。转的时候切记啊，不要去用力的怼着转，正常的放松，手就这么转就行了。好，转完4下以后，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感觉，就是中间里面这个火炉的温度啊，它是什么样的？有些朋友呢，他火苗比较大，转完了以后啊，它这个温度啊就一直没怎么变化，温度比较高。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自己感觉到你里面的温度不掉的话，你就不要动了，你就把手这么放好30秒钟。但是更多的人他是怎么样呢？他这个地方转完了以后啊，里面温度哗一下就掉下来了。
这种感觉我用语言很难描述。所以呢，大家跟着我去做。如果你感觉你的火炉里面的温度保不住，一直在往下掉，那么我们再怎么样转2下啊。刚刚第一类型的人转完以后火温度不变的，你保持30秒，你就别跟着做了。然后30秒以后，你再像我一样转2下啊，再保持30秒钟。那么我们大多数人他的火炉温度保不住，那么我们转完2下以后再感受一下，静静的感受，不着急啊。这个时候呢，可能你还是会感觉到温度往下掉，怎么办？再来转啊，转2下。这个呢叫做添柴加火，你就把它理解为往这个火炉里面去添加柴火。柴火只要足够了，我们的火焰温度就会上来。好，第3轮转完了，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已经能够感觉到了，这个火炉温度怎么样？开始慢慢的掉的比较的慢，或者甚至不掉了。只要你感觉今天的这个温度啊，它稳住了，那么今天我教的这个内容啊，已经怎么样达到一个入门的水平了，非常简单。我们只要温度不变了，你手就别动了，手就这么静静的放好，然后过上30秒钟以后，你再转个2下。可能有的朋友这个时候手已经出汗了、出水了，很正常。30秒后再转2下以后再保持住。那么如果说你现在还是没有感觉温度往上升，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再转，不着急。我今天带着大家，我目标是做上一个6轮，一般6到8轮，基本上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感觉的。如果你还没有，每天坚持做啊，我只能这么说，每天坚持做。咱们现在再感受一下火炉温度怎么样？哎，是不是往下掉，还是说掉的速度非常慢？如果说你感受个3-5秒钟，还是在往下掉啊，继续转。如果不掉了，就保持住不动30秒，过个30秒再转2下啊，就这么慢慢做。你别小看这个动作啊，你们如果是我在做直播的时候带着大家练，每个人基本上都会出汗的，你们自己感受感受。这个时候你再看一下。啊，如果说稳住了就保持住，如果没稳住继续转。所有的朋友们，你记好这个动作，为什么咱们这个时候练？你到了练上1个月以后，到了冬天，你这个手啊下水你是不怕的，出门手套是不用戴的。而且呢，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因为大家没有办法交流嘛，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出汗的话啊，你们看到这里出汗的话，你们在评论区下方你打上有用出汗2个字，这样的话呢，很多朋友就能看到你流的这个盐，你也会帮助更多的人。好，然后呢，我们再转2下。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动作已经出来了，就是说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它转到什么呢？转到里面温度保持住，不往下掉。然后这个时候你把手这么去放，它里面的火苗就开始慢慢的动起来了。只要有了这种感觉以后，好了，你就这样保持住，30秒钟以后再转2下啊。这个时候我呢就不给大家去做了，我要给大家看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的手上现在出了很多的水，这个水怎么看？大家看啊，我拿一个纸，我往这一粘，你看这个纸不往下掉，为什么？不是说我手有什么吸力啊，因为我手上已经出汗了啊，你们看一下，是不是手上已经出了很多的水？这个水啊，你们做完以后手一摸，黏黏糊糊的，很多朋友做着做着头上一摸，黏黏糊糊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湿气，还有一个是叫做寒，这2种东西我们统称为叫浊，它出来了。你在做的时候，每天就这么去做，做完了以后，这2把火是有用的，而且呢，你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一定要把这个动作坚持去做，做上一段时间以后，你就知道大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含金量有多高。坚持去练，有的朋友就通过这个动作，简简单单的做着，额头、后背、脚底都慢慢的开始发热。然后呢，我们今天讲的是9把火当中的核心，叫做阳火。那么还有9个火孔呢。如果大家想学习的话，你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想学习”3个字。然后如果留言的人多，咱们下一期把9把火给大家去讲清楚，因为这个内容比较庞大。9把火呢讲起来以后啊，你做完以后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啊，这不是说你在外面随随便便看着这个内容能比拟的。好了，今天的内容啊就分享到这里了，这个含金量非常的足。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晚上各做1遍，做完以后手心当中会发热，你们握拳头会感觉到你的力量往上涨了啊，然后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那么你今天的目的就达到了，入门以后，只要每天练就能到进阶。进阶是什么样呢？手这么一合，你都不用转，里面就开始不用引导，自己开始走了。那么有了这种感觉以后，慢慢的手心发热发烫，额头出汗。
一系列步骤慢慢就来了，这就是进阶。所以呢，所有家人朋友们，今天开始练起来啊！我是大伟，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如果感觉老师讲的好的，不藏着不掖着的，你们把下面的关注帮我点一下关注，以后随时都能来看我的视频。我的视频当中有太多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内容供给大家学习。好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